带着电子脚镣是一种什么体验？你知道吗？有粉丝私信了老黑这个新闻。不久前，在我国河北廊坊一所警校，有学生亲身体验了带着电子脚镣行走，刚戴上脚就跟戴脚镣一样，没什么感受。然而，当他开始往前走2步，就变得全身瘫软，扶都扶不起来。电子脚镣到底有啥威力？今天这期视频，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电子脚镣的真相，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。说到电子脚镣，你还记不记得孟晚舟被软禁在加拿大那500多天，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，他脚上的电子脚镣都格外显眼，在他的高跟鞋搭配在一起，就像是一个装饰品。电子脚镣的外形也确实就像个脚环，也叫做电子脚扣。它不像手铐一样明晃晃的，在这个脚环里安装着 GPS 和无线网络传输设备。犯人所有的活动，国际都会通过 GPS 传输给警方，而警方在脚环发给犯人之前，会在脚环里提前设置好活动区域。一旦犯人的行动超过了活动区域，电子脚镣就会发出警报声，同时释放电压高达15到25千伏的电流，足以将犯人电到腿软，限制他们的行动能力，然后等待警方来逮捕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要是电子脚镣被犯人破坏了呢？这就不用操心了，电子脚镣的材料是又防火又防水还抗压。那如果电子脚镣没电了，是不是就没用了呢？戴上电子脚镣就真的跑不掉吗？2022年12月12号，震惊世界的韩国溯源案犯人赵斗淳成功出狱。赵斗淳当年对一个8岁的小女孩实施了残忍的性暴力，他的出狱遭到了整个韩国的反对。韩国60万民众请愿，不能让恶魔重返人间，担心他再危害其他女性。但韩国警方表示，已经给赵斗淳佩戴上了电子脚镣，限制了他的生活范围，他无法前往任何学校和社区附近，即使出狱也没有自由。警方也跟民众保证了电子脚镣的链接正常，通信也正常，但是也有民众怀疑电子脚镣并不是那么坚不可摧。既然是电子产品，那没电了岂不是就没用了？事实可没你想的这么简单，电子脚镣确实需要装电池或者充电才能工作，但装在电子脚镣里的电池续航时间超长，高达5060个小时，即使真没电了也没事，警方能够收到没电通知，然后让电子交流发出巨大的充电提醒声，提醒犯人回到家里或者指定地点充电。如果没按时充电的话，提醒声就会跟警报一样大，犯人的行踪一下就会被暴露。而且就算在电子脚镣没电的时候逃跑，警方也能够收到行动轨迹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出警将犯人逮捕。当然可能有人会问，如果我用工具拆解电子脚镣呢？电子脚镣真的无法破解吗？2022年12月，澳大利亚媒体爆出了一条消息，维州有大量带着电子脚镣的犯人失去了踪迹，推测已经逍遥法外了。这个消息很快就引起了民众的恐慌，谁也想不到电子脚镣居然会失去作用。而根据警方的调查后得知，这些犯人佩戴的是2014年引进澳大利亚的电子脚镣，里面只装有监视犯人行踪的 GPS， 并不带有电击设备。于是有数十名犯人利用黑客技术破解了电子脚镣里的禁制，而这些犯人至今不知所踪。不只是澳大利亚，其实我国也发生过破坏电子脚镣逃跑的真实案例。2022年9月，我国台湾省台中市一名因毒品案入狱的犯人陈坤，用蛮力强行破坏了电子脚镣，顺利逃脱。当然最后还是被警方逮捕归案了。虽然用暴力拆除电子脚镣是有可能的，但在暴力拆除过程中会触发警报。除此之外，很多人不知道，犯人用暴力拆除电子脚镣之后，不仅会再次被逮捕，而且还会面临赔偿。应该说，犯人佩戴电子脚镣一开始就不是免费的。想当年，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戴上电子脚镣的时候，加拿大那边还收取了250美元的安装费，另外每一个月还要收540美元的租金。所以说，犯人破坏电子脚镣完全是得不偿失，更何况这是他们犯下重罪应得的惩罚。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。欢迎评论、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